大家好，我是张大哥。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款从彰化来的 W126 300S1L 的6缸分摇盘的故障检测。首先我们看到这颗分摇盘，它的油压调整器它是严重漏油这个地方都堵塞的，用洗力控堵的相当严重。其实它是漏油的，大概先换上一颗油压调整器，我们才能够做正确的检测。W126 到现在，这部车子好像是1988年的到现在都已经有37年的历史，已经快接近快迈入40年的老爷车的行列了。经过30多年的使用这分油盘被油箱污染就好像我们楼上的水塔，我们37年的水塔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使用当中10年就要清洗一次水塔。然后如果说这个水塔房子没有人住是空屋的话没有用水它的整个油箱整个水塔一定是非常的脏，可能水龙头都没办法出水这个就是油箱跟水塔的情况一样污染造成我们的供油系统，尤其是分油盘的堵塞。那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这颗分油盘它现在的堵塞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OK， 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这根棒子是175ml在大哥器台上面应该要在这根棒子的下面一点点来看看这颗分油盘它目前的出油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好，大哥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我们前面看到这个横棒是175ml如果标准的出油量在大哥器台上面应该是要在那根铁棒子下面一点点的位置因为这部车子已经过37年的使用整个供油系统被油箱污染造成供油不足稀薄燃烧，引擎容易产生高温，有可能发不动或子弹数不稳定。如果说行进当中的话，那可能会造成供油不足尤其是爬坡的时候，你觉得有气无力无论如何我们经过整修以后，理论上如果我们的油箱的污染程度控制好的话，它应该是能够维持到20年。OK， 好，时间到，应该在维持20年不堵塞。OK， 好，我们来看看这根横棒是175ml，那在大哥的器台上面，它应该要在170ml左右。那我们来看看，第一缸140，第二缸140，第三缸135，第四缸130，第五缸135，第六缸140。跟大哥要求的170，大概在落在140减170，170减140，大概少了30ml左右但它出油很平均，大概这个是带不到堵塞。那这个现象车子应该很难发动如果发动的话，也应该缺不上油。那无论如何，等大哥整修好以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
这颗编号80716，从彰化来的 W126 300SEL 的6缸喷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大哥有把这个油压调节器换掉，因为它油压调节器漏油，这个地方漏油很严重。那它的整修之前的出油量1分钟全油门，在大哥机台上面应该在贴近这个175ml这个棒子的，应该在170ml左右。那它的堵塞的状况，大概每一缸都还算平均，都在140ml左右，都大概少了30ml。这个是大油道堵塞，车子可能很难发动。如果发动以后，车子可能跑起来也没力吹不到油。那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来看看这颗喷油盘出油状况。1分钟全油门是不是能够达到大哥要求的大概贴近的175ml的棒子的170ml左右 ？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其实30年以上的车子，奥迪、Volvo、BMW 同级车几乎都已经报废了。那其实，车子报废当然大家都舍不得有很多都是一手车主到现在，车子开了这么多年，在车上留下相当多难忘的记忆。但是呢，面临报废的，其实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引擎坏本身故障了。应该都是油路供油系统堵塞这被油箱污染所造成的。那经过我们整修过之后，理论上如果油箱控制不污浊的话那其实我们常常跑车子油箱是有在加汽油，有在使用汽油，它有在循环，理论上它不容易堵塞。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那经过整修过之后，这车子的状况应该会跟新车的那个油门的感觉是一样的。缸体M103这个 W126 300SEL 的 M103 引擎的缸体，下半身是铸铁，跑50万公里都不是问题。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年纪的车子，36、7岁，可能都大概在20万上下所以缸体不是问题。我们缸体再用个10-20年，应该也不会有问题。供油系统，我们那个车子好开，我们就会常常开之后呢，有在加汽油，有在循环喷油盘就不容易堵塞。那喷油盘会堵塞，主要都是因为经过20多年以后，车子不好开，我们就少开，甚至给它停牌，那这问题就更严重了。OK， 好，我们来看看，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70，第二缸175，第三缸170，第四缸165，第五缸165，第六缸17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大概在5%左右这已经算是相当优秀了。跟原先我们看到的故障之前140ml这整个供油量，我们都已经把它整修出来了。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80716 W126 300SEL 的6缸喷油盘。完修之后的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在测试这个喷油盘，它在你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80716，从彰化来的 W126 300SEL 的6缸飞油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浪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1缸180，第2缸180，第3缸180，第4缸175，第5缸180，第6缸18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这个误差是3%，成绩相当优秀。经过这次整修过之后，理论上这个喷油盘它应该再使用20年不会是问题。但是有个条件，车子一定要常常开，车子是越开越顺。为什么呢？因为油箱是个污染源。我们若我们车子常常开，就会加汽油，就会使用汽油有循环，油箱就不容易生锈，也不容易堵塞这个问题呢是非常重要的。等大哥把这个喷油盘回装到引擎上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引擎测试来看看这个喷油盘在这部车子上面的表现，应该是算是相当优秀的。我们就期待吧。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